堂哥为了养殖名贵金鲤，强行霸占了我的上游清澈活水塘，把我调到了下游重金属异常的废弃矿坑。我没吵没闹，甚至主动签了水域置换污染免责协议。可转头我就拿出全部存款，请了环境工程研究院的专家，在废矿坑里铺设了工业级防射膜和独立水循环过滤系统。全村都笑我不懂成本，说我把钱投进废水坑里搞净化不划算。直到1个月后，上游化工厂突发污水泄漏，污染水瞬间将他那活水塘变成了死水塘。当他带着合伙人哭着在我家矿坑前请求我开闸放点干净水时，我关掉增氧机，隔着重力挡水坝平静看着他。这池水的水质标准容不得半点污染，想要活水，拿你名下的所有拆迁款来换。都给我看准了，从这根红线往西跨过这道塘，一直延伸到村口的桥，全是我周大强祖上留下来的基业。周渊，你这几车鱼苗别往上游开了，上面那块活水塘以后归我管了。那块地是我按程序承包的。村里现在要搞大集体大产业，讲究个大局为重。大强是搞水产的，这块活水塘他搞个锦鲤养殖，正好能撑起咱们村的门面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嘛。退到下游那个废旧矿坑，那块塘虽然臭了点儿，但是场地比这活水塘大多了，臭了点儿。你是大学生，懂技术，那个旧矿坑正好你去发挥余热。我作为组长，今天就在这儿拍板做主，给你分大2份地，盖个小棚子。周大强，你这样处理不合规，那片废料塘存在明显污染风险，酸碱度严重异常。现在请你们立刻停止私下互换水塘。哼，少拿这些破纸吓唬我！我们王家祖祖辈辈都在这儿养鱼，靠的是老天爷和祖宗保佑。什么时候轮到几份文件和什么废料来管事了？我有资金，今天这塘我一定要接手。周组长，一旦遇到恶劣天气，把废矿坑淹了，是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。哎呀，他们不懂，你们那些高科技参数都是一家人的，只要他们俩私下自愿互换，咱们也不好过多干预。既然周大强坚信祖宗保佑，二叔也认为大局为重，我服从安排。你说啥？你同意换？不过既然是改换承包地，咱们得走个正规流程。这是水域置换与不可抗力污染免责协议。第1条，周渊自愿将高岗宅基地与王大龙村委池塘宅基地进行置换。第3条，不畏自然灾害，此协议一经签署，双方绝不反悔。既然你要塘，签了它，活水塘立马让给你。周渊，你也太讲形式了吧？你都同意置换了，还在这里讲流程，你真以为那个污染水坑能养活鱼？这不用堂哥操心，签字就行。我签完了。二叔，为了防止以后出了重大事故，有人扯皮，麻烦您做个见证。只要你不闹事儿，配合村里大局，字儿我签。全体都有，掉头，直接开往下游废矿坑。周大强，你要走的根本不是什么风水宝地，而是一场无法回避的风险。周老板，这塘水情况极其恶劣，从水面往下整整1.5米，全都是黑臭废水。这1.5米深的水体里，连一条指头长的野鱼都找不出来，水体溶氧程度几乎为0。报一下水质检测指标，氨氮和亚硝盐严重超标，底泥污染层太厚，至少要先清淤到塘底，再换掉70%以上的废水，
才能碰到勉强能养鱼的活水层。如果用成本最低的直接投苗，不出半个月绝对大面积翻塘。想要保证成活率，只能先做水质修复，把废水里的有害物质通过爆气增氧、微生物分解和循环过滤，全部降到鱼苗能够承受的安全范围。我需要一套500立方级的废水塘循环净化系统，另外配12台直径400毫米、功率9.5千瓦、覆盖水深9米的高效泡气增氧机，再加一批高浓度复合净水菌种，马上装车进场。周远，你这是抽哪门子风？这几天大家伙出场费不便宜吧？把钱往这废水坑里投，你真是不怕成本高。周渊啊，你大强哥说的对，年轻人有干劲儿是好事儿，但做事不能轴。这矿坑重金属超标，你搞再多花样也是白搭。趁早把车退了，免得血本无归。我的事按合同办，不用操心。周总，防渗膜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铺霜。什么防渗膜？养个鱼还铺膜？你以为你这是造航母呢？这是3层工业级 HDP P1 防膜，这种级别的材料能彻底隔绝底层的重金属渗漏。别说是养鱼，就是做饮用水级别的无菌仓都足够了。这么高科技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花多少钱有啥用？那可是长期闲置的污染坑。读书人就是想法多，根本不懂咱们庄稼人的实在。行啊，高科技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开开眼，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？把咱们出水管那边的过滤网全拆了。大强，那可拆不得呀！这过滤网一拆，水流就是快了，可杂质全进去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叫流水不腐，户出不拗。水流越大，我那锦鲤长得才越快。为了省那几万块钱设备费，连基础物理禅进时都不见，这叫降低成本。你懂不懂什么叫商业逻辑？少拿你那套书本上的道理来教我。开闸，稻苗。哎呦，新水养桂鱼容易出大问题的呀！少唬我，我这是高缸长流水，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过滤器，我的鱼放进去绝对生龙活虎。李工，开始注水。生化培菌槽就位，按毫克比例倾倒复合消化线菌。周总，最后一步也完成了，重力挡水坝已经建好，我们现在彻底切断了与上游河道的所有物理连接，这已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选修环闭环系统了。周大强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他在频繁投喂高蛋白饲料，1天喂4吨，恨不得一天把鱼催成金子。上游没有底排过滤系统，那些没吃完的残料和鱼的排泄物全在水底堆着呢，水底现在已经开始发酵了。随他去吧，客观规律不会因为谁嗓门大就改变。大强哥，出事了！你快过来看，咱们那10几条名贵种鱼不对劲儿，它们全浮在水面上，大口大口狂吸空气呢。这就是正常的生理反应，这叫心水积鱼。鱼在运动，是在锻炼心肺功能，懂不懂？大强哥，可是这水体发浑了呀，池底全是没有底排过滤留下的粪便和残饵。我看短视频上说，这是缺氧和亚硝酸盐异常的危险表现。什么底排过滤？什么异常？我这是活水长流。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过滤器，少拿网上那一套外行话唬我。你现在立马回仓库拿高蛋白饲料，继续给我加倍喂。大强哥，再喂下去真要出大问题的。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高蛋白吃得多才能长得快，赶紧去，
别耽误我月底去市里卖鱼发大财。渊哥，数据出来了，怎么样？简直没眼看。活水塘的生化系统已经彻底瘫痪了，完全没有底层排污系统，底下的粪便和饲料正在急速发酵，大量的有害亚硝酸全憋在水底。现在上游的氨氮指标已经红得发黑了。走吧，咱们这边生化槽的水养熟了，该把基金种鱼放下去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还是以前那个臭矿坑吗？这水也太亮堂了吧，底下连个泥星子都没有。你快看，周渊放的这些鱼，这品相值得大钱。你们去上面大墙那个池子看没？那水都发腥发臭了，看来还是大学生懂技术。周渊这是真本事啊！你这坑弄得倒是挺有模有样。二叔怎么有空过来了？你大强哥那边的活水池子这2天出了点小状况，鱼总是浮在水面上打转。我看你毕竟懂这些门道，要不你上去帮他参谋参谋？这哪行啊！当初咱们可是签了免责协议的，我不懂他那套高级养法。二叔，你跑来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我那池子好得很，就是暂时的水质浑浊罢了，这就叫长流水的自然调节适应期。周渊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你这矿坑是封闭水体，全靠机器系统维持，迟早有一天水质败坏，鱼全得出问题。等下个月我的鱼长得膘肥体壮，你可别后悔。哎，大强，你少说2句。现在你的水确实发黄发黑了。发黑怎么了？那是有营养的正常表现。渊哥，他还在外面叫嚣呢，不用理会，真的由着他们瞎折腾吗？客观规律是确定的，这不是靠嘴硬就能逆转的。距离上游池塘的生态系统彻底崩盘，只剩不到24小时了。渊哥，外面什么动静？听着像是化工厂那边的声音。来了。渊哥，数值爆表了。这是高浓度的那边的铅锌工业废水，是化工厂那边的老旧排污管道爆裂了。活水塘那边完了，他们连个阻隔阀轮都没有建。大强哥，你快出来看！出大事了！喊什么喊？这怎么回事？水发黑发臭，肯定是昨晚化工厂漏污水了。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水抽出去。抽什么水？这是长流水，抽干了鱼更保不住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是起寄生虫了，水质浑了，就是容易起虫子。这明明是工业污染水。我是老板，还是你是老板？马上去把那几袋海盐搬出来。大强哥，那是外来的污水，不能乱往里加东西。我让你去搬你就去，加盐处理的土办法你不懂吗？大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水看着不对，千万别乱下盐。你少在这里管闲事儿。短视频上的养鱼专家都说了，有问题就加盐处理，那是普通鱼病处理思路。如果是工业污水，你下盐会出大事儿的。能出什么大事儿？到，先按我说的处理。
大强哥，这水怎么变颜色了？先别慌，这是海盐在起作用。这不可能！快，用长柄网兜把靠岸的几条种鱼隔着护栏捞上来。水不对劲儿，不能让人靠近。我加钱也行。别靠近水面，先拉警戒线。这水不能再碰。这水有明显污染，赶紧通知环保部门。渊哥，外面的污染水蔓延过来了。出去看看我们的防线。科学的壁垒，连水分子都穿不透，就算外面全是化学废水，我们这里依然是1级饮用水标准。外部污染水的泄位还在不断升高，已经逼近我们的外围物理隔离网了。随他去。渊哥，你看那个分镜头，他这是想干什么？擅自开闸。他想擅自打开隔离设施，把我们的水引过去救他的污染池塘。我马上联系安保和村干部。不用去。可是他们要是乱拆设施，防射系统就可能受影响。他走不到那一步的。大强哥，前面有隔离警示标识，先别管这些标识，想办法把围挡打开，把水放过来，我的鱼才有救。我的鱼！各位领导辛苦了，大热天的跑一趟，先听我说明一下情况。这池子没啥大事儿，就是普通的水质不良。这小伙子新养鱼，没经验，回头我让赶紧把水换换就行了。水质不良，这刺鼻的酸味隔着大老远都闻得到。你跟我说这是水质不良？立刻测水样。李准，数值爆表了，重金属铅锌含量严重超出安全阈值，水体呈现明显异常的酸爽性。妈呀，这是危险的污染水啊！全体注意，这里现在被定令为严重危险的工业污染区域，立刻设置警戒线。从现在起，任何人员不得靠近水体半步。你们凭什么封我的塘？我里面投了上百万啊！我的极品种鱼还在水底下，必须马上让我确认一下损失。你投了多少钱？那是你个人的商业风险。但这片水域现在成了严重污染水域，危及公共安全。你不仅违反规定乱排乱放，还擅自投放不当处置物，加剧了水体污染。你现在该考虑的，不是去打捞那些受损鱼，而是你要补交多少钱的生态污染修复罚款。是上面漏的污水，凭什么罚我？他们不漏，我的鱼就不会全没。
源头排污我们自然会追责彻查，但在明知水体异常的情况下，是你人为添加大量海盐，这导致水体指标进一步失衡，你需要承担相应责任。依法封闭上游所有相连的水位阀门，彻底切断这片水域的上下游流通。这下面不是全村最差的废弃矿坑吗？1级水源标准，这种地狱级别的重金属包围圈里，居然能保住这方净水。组长，这净水工程是谁建的？3层工业级防砂膜底衬，外加重力挡底坝和全闭合生化循环系统，这防渗与净化结合的手法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。这工程是我做的。小伙子，你是专业的。按科学客观规律行事罢了。周渊，周渊，你赶紧把隔离门打开，能不能接一段循环水过去应急？再不换水，我剩下的鱼也保不住了。周渊，毕竟都是乡里乡亲，不管以前怎么闹，现在是你大强哥最难的时候，你能帮就帮一把，别把话说绝，能不能想个合规办法，先帮他缓一缓？周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但不放水，连溅出来的水花都要给我断了！看清楚上面的数值，我的生态水循环系统容错率是0，只要混入外面的化学污水，哪怕是你的水桶里的几滴污染水溅进来，都可能破坏我整个矿坑的消化系统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近人情？那是你亲堂哥，不就是一点水吗？难道一点情面都不能讲？二叔，你这记性太差了。当初可是你们主动要的高岗活水塘，这上面有你们亲自签的字，还有你盖的公证手印。水质发生任何变化，或是造成任何经济损失，概不负责。我们不白拿你的水，我们出钱买还不行吗？1000块钱1吨，你立马给我们抽10吨过去救急。矿坑底部铺设的3层防晒膜，造价30万；生化培菌槽前期投入维护费1个月5万；这套独立系统里的进口复合消化线菌，成本20万。你打算花几千块买我的水，去稀释那片异常污染水体？这对我的系统风险太大。别再求他了，去拿抽水管，想办法越过隔离线，把抽水管接进他的坑里。今天我必须把水弄到手。外网接入了物理隔离报警系统，一旦有人翻越，监控和报警都会立刻联动。你们要是不怕承担责任，可以试试翻网。客观规律不认亲戚，你们现在赶紧回去联系有资质的环保处置单位，尽快按规定做无害化处理。回头环保部门定损时，也能说明你们已经主动采取补救措施。活水塘不能就这么废了。水既然已经污染，就想办法把底泥处理掉。通电，
通电。先把底下那层污染底泥处理掉。开闸通电，马力直接调到最大档。只要把这层污染底泥处理干净，再换上深情水，咱们剩下的那10几条种鱼就保住了。大强哥，底下全是1个月没清理的饲料和鱼粪，这管子一搅和，下面不是更浑了吗？不懂别插嘴，这叫先处理干净再重新来。污染底泥处理掉了，水不就清了？少废话，开机。哎呦，这味儿太大了！大强哥，不对劲儿，泥浆太厚，根本抽不动啊！我的种鱼，快把机器停了！坏了！泥巴太稠，转子全卡住了，电机损坏了。跟我走，看还能不能处理。周元，你赶紧出来见我。周元，你看清楚了，这条是大正3色，是最纯正的几种种鱼。这跟我的检测室有什么关系？这条10万的种鱼，我现在1000块钱贱卖给你，全村只有你懂行，你立马拿钱把它收了。对，就当是你捡了个大便宜。你那个废矿坑现在水质这么好，放进去绝对能活过来。你们管这叫鱼？这难道是石头？按科学客观规律来看，这东西的生物学特征已经被彻底破坏了。它现在属于富含高程度重金属的污染废弃物。我不管你怎么叫它，我就问你1000块钱拿不拿？你不拿也得拿。你当初占了那个干净的矿坑，现在必须给钱回个血。这东西不值1000块。那你出多少？根据污染废弃物的环保处理收费标准，无海化处置的基准费用加上检测人就费，这条废弃物的剩余价值为1块2毛钱。你说什么？1块2毛，这就是最终的客观结算。如果你觉得现金拿着不方便，我这里支持直接扫码转账。100万啊！我借钱投进去的100万啊！全村注意！村民周大强，还有组长，听到广播后，明天早上和所有村民到村口大榕树下面集合。市环保局、农业局和多部门联合调查车队已经封堵了所有退路，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村庄。村民周大强到了没有？我到了。周大强，经多部门联合调查，你不仅盲目违规操作，还在明知水源污染的情况下倾倒不明化学物质，这严重加剧了水体污染，
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。那是治鱼的偏方，我又不懂什么化学反应。不懂法，不懂科学，不是你逃避责任的借口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对你开具生态破坏修复罚款单，罚款金额35万，限期15个工作的日内缴清。35万，我的鱼全没了，钱全打进去了，我哪里还有钱交罚款啊？这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我们也愿意配合调查，把过程说清楚。你们现在想跑？该是谁的责任？要调查清楚了，一个都跑不掉。你是周建国？是。各位领导，这事儿我真不知情啊。你不知情？这份违规置换承包地的文件上面签着你的名字，你擅自干预合法承包合同，纵容毫无资质的周大强违规养殖，导致集体资源遭受重大污染。我那是为了村里的集体经济着想啊，我是一片好心呐。是好心还是私心？回去查清了再说。现在正式通知你接受调查，请配合我们回去说明情况。切，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天天拿组长架子压人。大强这次算是把家底儿都赔进去了。要我说，当初那活水塘就不该硬要。你们去看了没？周渊那个废坑现在简直是风水宝地，早知道污染坑也能净化，当初我去承包多好。人家是大学生，懂技术，你就别乱说了。哪位是周渊？我是。小伙子，刚才省市2级的生态考核验收组去过你那儿了。你那个水循环净化系统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们当场对水质做了多项储样评估，废弃矿坑水质指标全部达标。评级结果出来了 ，A 加。A 加，这得是多好的水呀！根据市里的政策，你这个项目不仅变废为宝，还具有极高的推广价值。经过研究，农业局决定把全镇唯一的最高级别生态养殖专项扶持补贴批给你。这是补贴证书，50万的扶持奖金，明天就会打到你的对公账户上。谢谢领导支持。50万啊，白给的奖金。大强那35万的罚单，人家一个补贴就全挣回来了。周老板，我们在监控里看到你那批锦鲤了，色泽鲜亮，体态完美，绝对的顶级健康标准。现在市面上因为水质问题，极品好鱼太缺了。这批鱼我们按市价溢价30%，今天全盘收购，当场签合同付全款。周渊，你是不是早就设好了局算计我？你明知道那活水塘没有过滤，迟早要出事儿，你就是故意把这坑挖好，等我往里跳，对不对？我算计你什么了？活水塘是你自己带人坚持要求置换，换塘协议是你自己主动要签的，错误投放海盐也是你不听劝非要干的。我从头到尾都在做我该做的事，我只是尊重科学，而你的傲慢和无知才是让你承担后果的原因。周先生您好，您在极端污染水环境下的多模净化数据，我们已完整评估。目前有一项重点生态复苏研究项目，研究所想正式邀请您来主导该技术团队。
周总，市里追加的3000万专项补贴到账了。按计划投入第2期深层土壤净化工程。明白。车在外面等了。今天基地有一批变异锦鲤要进行基因测序。二叔，咱们是不是下错站了？没下错，你看那石碑，是高岗村。呀，陈叔，您这买车了？今天回来呀？刚出来。陈老哥，村里怎么变这样了？周渊把生态水产的模式做大了，上面拨了几个亿的款，全村人的地都入了股，现在家家户户年底分红最少30万，我这车就是上个月刚提的。分红？那我家那块宅基地和池塘呢，也有分红吧？你家，当年你搞出那么大污染，交不上35万罚款，房子和地早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了，村委班子重组，你们在村里已经没有可分红的土地份额了。全完了，100万没了，房子也没了。哭有什么用？总不能一直耗在这里。走，去找周渊。找他？他是全省10佳青年，是大老板。他做事讲规矩，也顾亲情。咱们只要肯低头，好好认错，凭着血缘关系，说不定还能求一条活路。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周渊的亲戚，找他有事儿。没有预约，禁止入内，退后2米。渊子，退后。二叔，大强哥，出来了。渊子，二叔糊涂啊！当初猪油蒙了心，不该算计你的水塘。这2年，我天天反省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村里也没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周渊，我认输了。什么大自然的过滤器，全是我不懂科学乱说的。我服了，科学规划就是比我那套土办法可靠。我2天没吃顿饱吃饭了，你行行好，给口饭吃吧。周总，这2人刚回来，情绪不稳定，要不要请镇上工作人员过来协调？别叫人来处理，千万别叫人来处理，我们绝不闹事儿。小李在基地西边那个底层水质过滤石池，还缺人手吗？缺2个临时岗位，每天负责清理底泥，还有按克重投放标准化生物饲料。工作环境比较脏，味道重，一直招不到人。以前你说流水不毒，不见排污池，为了追求速度，1天倒100斤高蛋白饲料。不倒了，再也不乱倒了。现在你们去查取时清理底泥，每天3次，用高精度电子秤称量饲料，1克都不能差，按基地临时工合规标准结算，包吃住。明白。给他们办临时工号。谢谢渊子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